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这里了。对啊，风景优美，环境宜人，走在吊桥上欣赏自然美景，夫妻俩畅谈生活大小事。廖学进与谢雅琴结婚超过30年，仍然保持约会习惯，建立紧密连结。好久没有这么近看你了。还行吗？可以，不错，恢复的不错。谢雅琴定居南投，享受田园生活，却因罹癌打乱人生节奏。面对病痛与死亡的恐惧，夫妻两人也曾陷入低潮与迷惘。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仍不怕遭害。谢雅琴靠着祷告与赞美，熬过人生艰辛时刻。而先生廖学进的耐心守候，也让众人见证舍命的爱。夫妻同心同行，原来苦难中上帝仍然同在。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来宾是一对夫妻，年轻的时候事业做得其实非常好，甚至呢到了事业的巅峰呢，还想说去修行，看会不会在人生上面更有进展，或者身体也可以变得比较好。事实上如他们所愿吗？今天我们就来听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欢迎学进哥、雅琴姐，两位好。好，主持人好。大概多大的年纪有个机会去修行？是不是？大概30几岁。30几岁，刚好是朋友他们在打坐禅修。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不错所以跟着去试看看这样子。是，两位以前做的事业是教育相关的吗？是，因为我自己是学教育的所以我们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好，雅琴姐，你自己家里头也有一些相关的背景吗？小时候是在哪里长大的？小时候是彰化北斗，爸爸是小学校长所以等于是说家里的教育大概都由他的想法，但是问题是妈妈很强势，所以妈妈比较偏打骂教育，对。可是虽然家里老实说是不算富有，对，但是他们会让我学芭蕾，学钢琴，学小提琴，就是在那个年代，我的同学大部分都下田帮忙工作很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家里，我们的生活状况跟邻舍都不太一样，对。而且爸爸的想法跟在当时的主流想法不一样，一般在那个时候都非常的重男轻女，爸爸不是这样因为我是第三早囝，家里的第3个女儿，那外婆不是奶奶，奶奶她期望一个孙子，想了很久。老大不是，老二不是，老3又不是，对，所以他就觉得要把我丢掉，或者是送人，对，然后就是家里的气氛非常的糟糕，是，所以我爸爸把我藏起来，对，藏了1、2个礼拜，看我奶奶不生气了，然后才偷偷的再拿出来。那他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没有温情？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子，怎么会这样？所以他帮我取名叫雅琴，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散播温情、散播爱。长大过程，因为爸爸是小学校长嘛，对你的课业要求什么的，会不会也比较高一点？对，他们2个对我们的期望不是中上，是100%的第1名，但是我做不到。后来去念的是幼保嘛，幼教，对，但是却又跑去当军人呐。是，其实对我的父母来说，他们要的就是普通高中，然后升大学，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途径。对，那因为我
跳出去读职业学校。那事实上我们会有很多的保送，像我那时候已经在读台中师专了。结果我同学不知道怎么搞的，拿了一张报纸，上面说有女青年队在招考。我问他说女青年队是干什么？对，我说，他说穿军服啊。我说穿军服帅，就去考了，就去报考了。对，那去了以后才知道，哇，现场有1000多个那要录取25个，这么少？对，之后呢，受训4个月之后就开始台澎金马东引乌丘高登亮岛大二胆猛虎屿，这些我们都要去特别的一段经验哦。女大饼的感觉。那学信哥，你们家呢？老家是在哪边？我老家是云林后来在我幼稚园念完就搬到桃园。对，因为我父母亲他们受教育程度是比较低，所以父亲从事营建业。营建业。他妈妈早期是做裁缝，帮人家做衣服。后来有一个机会刚好那个菜市场有一个摊位可以免费使用，所以他就去，后来就以卖菜为主。2位后来是怎么认识的？一个是在军队里了嘛，对不对？对。然后在军队里有机会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大学毕业以后去考一家保险公司的内勤人员。是。我们考上以后要受训6个礼拜。那受训的时候刚好他的2姐夫跟我是同一期的。有一次晚上没有课的时候，我就泡了一碗泡面去他2姐夫的房间跟他聊天。他2姐夫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我就老实跟他讲说我没有。他说：“我小姨子很不错，我把我小姨子介绍给你。”那我说那很好啊。不过你那时候还在军中常常就要派到不同的地方嘛，是感情如果要维持的话是蛮困难的。对，因为我见面的时候是在台湾，可是我再过1个月我就调到马祖去了。我在马祖变成远距离，就是要通信。但如果说真的交往是一回事要进入到婚姻的话，你的工作可能就会是一个考量嘛。他的妈妈说他已经29岁了，一定要结婚了，是不是？对，一定要结婚，不能等。所以我为了他这样子，所以我就毅然而然的退伍了。9月退伍，12月就结婚了。等于是为了要结婚退伍就对。是，对啊，这么好的人不把握。进到婚姻生活还习惯吗？很快有孩子吗？婆婆也是比较早期的传统的思想，所以她也抱孙呢。对，所以一直等。奇怪，这个到底会不会生？10个月也还可以呀。现在觉得可以啊，那时候觉得不行。那时候对，所以一直等，好不容易10个月以后怀孕了，所以我等于是我结婚1年半左右才生的第1个小孩。是女儿吗？是女儿，对。可是婆婆比较期待是儿子，那当然喽。其实除了小孩子的这个压力，最主要是说，观念的不同，所以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对，很多的摩擦。是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照过去的习俗是周年的时候要夫妻回去北斗，去探望自己的亲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真的回去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婆婆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她就约了她在2楼的客厅聊事。我是住在3楼，结果他们聊着聊着，我婆婆竟然说：“那个唔知好长啊，那嘎嘎叫做早囝，好竟然好瞪起啊！所以那个状况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别人骂我的爸爸。对，所以我也不敢怎么样，不敢做事，所以我就只好在里面哭，哭到因为眼睛都肿了嘛。隔天到了学校去上课，修女看到我眼睛是肿的，她说学校有修女哦。对，因为我是在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教课，退伍了，然后我就回到幼稚园去教课。修女一看说：“不对劲，雅琴不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会哭成这样？”后来我跟他讲事情的发生，他说：“你今天下班不要回家，叫你先生来接你。”我回想起来，我很感谢那一位修女，因为我想说，可能哭一哭就没事了。但是既然修女都出面了，我想哇，代志大条啊！我就赶快去他们那个幼稚园，那就修女有跟我们讲那个状况，我也是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就
离开以后就去找房子，隔几天我们就搬出去。热爱园艺的谢雅琴打造自己的花园，兴趣广泛的她在职场找到定位和方向，带着热情勇敢创业。她就是那种想到什么，她就要去把它完成的，就要去达成哦。只要一有一个念头进来，她就我就要赶快去 follow， 去把它做好。我妈是比较冲的那种类型，然后我爸就是比较保守，然后他反而是比较顾家的那一种。对，所以像创业啊什么都是我妈在往前冲，所以她总共创业了3次嘛，还有曾经做过才艺教师，然后后来就收掉，然后之后又做了幼稚园，然后又停了，然后现在做农场。就是她每一次虽然就是很像会，就是其实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但是她都很愿意为了自己喜好的事情去尝试。特别像是做农业好了，其实那个完全跟她的背景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他当过军人，然后又学幼教的，所以其实是跨行跨很大。但是他也是就是为了自己要圆一个梦，他希望去做这件事，就是他就是愿意，即便不清楚未来是怎样，他还是会勇往直前。对，我觉得蛮佩服他这一点，因为他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很突破框架的。事业和收入持续增长，谢雅琴开始追求灵性体验，在修行中意外开启灵异体质，反复发生鬼附问题。当时的妈妈常常没有精神，就是一副对眼神死，然后累累的，就每天从寝室出来就是很没有精神。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就说：“老师，赶快来救我啊！师父，赶快来救我！”我说：“怎么了？”她说：“我去清明扫墓回来。”不晓得怎么了，不晓得是不是被鬼附了还是怎么，我就是很，他就说他很难过，然后怎样，然后他家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等我一下。后来我就联络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就一起到桃园他的家去帮他祷告，真的是给他做赶鬼的祷告。好，我们去的时候，他还真的是很奇怪，我第一次看到我也吓一跳，就是口出秽言、乱骂啊，我就大概知道，因为我们真的在教会也久了嘛，他就说。这一定是有被鬼附才会这样乱讲话，好，就不像他讲的嘛。夫妻俩其实一方面呢，就是适应着新婚的生活了，而同时也是在为工作打拼。你其实工作状况本来就还蛮不错的。徐靖哥，你原来是在做什么？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保险公司也是很努力的做，所以我记得我5年以后就当分公司经理。哇哦！那时候我才31岁。是那一家公司全省300多位经理里面最年轻的。不过那时候虽然年轻我要显示出来是要老成，因为底下有70-80位的业务员，这么多，对，所以要让他们觉得说，经理虽然年轻，但是我们跟着他他会带我们往前冲，然后收入状况也很不错，这样。对。那太太这边就是原来在幼儿园，对，然后后来变成是去接触音乐，是不是？对，因为就是这家幼稚园它都有音乐课，那音乐课是外聘的，那这外聘的老师他跟着这样子上以后，他发现我本来就是学音乐的，对，你小时候有被栽培的，所以就自然收我当徒弟耶，然后跟着他学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就出来外面变成一个独立的音乐老师，就是专门做幼教的音乐，就是阿福音乐。说真的，我真的工作4-5个小时而已，早上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那这样1个月要收10万块是很容易的哦。所以2个人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其实都做得还蛮有成绩的，但后来就比较集中注意在幼教的这一块。后来我二姐她从美国回来，是那她的英文的底子，再加上我的教育，所以呢，我们就在彰化跟台中，陆续的开了2家幼稚园、3家补习班，大概有800多个小孩子。其实做得很好，大部分都是我姐姐跟我弟他们在出力，我还是住在桃园，那我们就是坐收盈利啦。那时候因为我们的收入各方面都非常的高，对，但是人很奇怪，高还要更高，所以呢才会决定就说，我这么一个收入这么高、身份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还要去人家的幼稚园打工？是心里有一点不平衡，所以就想说好，
那我来接下台中分校，就决定要接受台中分校，结果就把他拖下水了。因为那时候我当经理，对，也当了12年了，这么久了，已经当很长的时间，已经是资深经理了。对，因为在业务单位，对，真的每天都很忙。这一个月做得再好，下个月要重新再来，归零，重新开始。所以等于那10多年，我已经有一点精疲力尽。那刚好他说，台中分校要让我们来负责，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在公司就去办退职。因为这样我总共服务了18年的时间，那我们就全家就搬到台中。那刚才有讲到说你们开始修行，其实也是到了台中之后，是不是？其实我在桃园就开始，在桃园就开始，因为我有服务的一家的幼稚园，它本身就是一个修行者所以他会一个修行者开的幼稚园就对了。对，所以他就在假日的时候，他会有开班，然后教我们怎么打坐。刚开始怎么想要去上？就是人的不足，就觉得说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以后还可以怎么样？然后甚至想到说，我以后就可以修炼变成怎么样？所以就跟着一起去修。但修着修着，有没有开始觉得自己哪里不大对劲？是我每次到了坟墓，或者是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商家的场，我会一直想吐，对，一直想吐。然后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那个师父跟我讲说那就是因为你修得很好，所以你身上有东西，他们好想靠近你才会这样。不疑有他。没想到真正的事情发生是在去扫墓，我看到一口空的棺材，然后想说，看了空棺材看一眼也就罢了，我嘴巴自己在那边讲说，哇这个上面怎么那个布还很新，就是不该有的对话。然后之后我还没回到家就已经发烧了，很严重的发烧。之后呢，应该是被鬼附了。所以我就整个人的状况非常的不好，变成昏昏沉沉的，很不对劲。对，会呕吐，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食欲。那先生看到有没有吓一大跳？对，当然吓一大跳。就是想说去看医生还是怎么样？对，因为我就把它当成一般的生病。对。奇怪，医生也看了，怎么还一直发烧？甚至我觉得他的讲话已经有一点不对劲，就是跟他对话，会有一点无厘头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讲，我能够想到的，也只能再去找另外一位医生，但是那个效果就很有限，就是一直换医生看，对，整个过程1个月左右。有一天，我坐在床的旁边，我很无意识的拿起电话，那时候也不是手机拿起电话。拨了我那个好朋友美玲的电话，我说美玲救我，我竟然会自己求救所以经过这样子以后，美玲她非常的热心，赶快请了一位长老来为我祷告。那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很懂祷告，那在祷告过程当中，我口出秽言，就讲话都非常的难听，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长老还真的是看着我，为你祷告，对，为我祷告，然后我一直乱飙话，飙完以后，当他祷告结束以后，我就回去睡觉，起来，隔天早上起来好像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这件事情完全结束了。他们去教会以后，生活的那个步调都有点乱掉，所以口头上同意他们去，但是内心是很排斥。在互动的时候，有意无意就会带上一句话：你去信耶稣，要去信耶稣的人，怎么可以发脾气？怎么可以讲话大声？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经历事业走下坡，亲子关系触礁，深刻体会信仰的重要。曾离开教会8年的谢雅琴，在人生低谷回到属灵的家，谦卑寻求上帝的帮助。爸爸妈妈在水深火热，然后我在学校也水深火热，我也难以适应
体制内的很多问题。那我成绩表现不好，然后我爸爸也会压力更大，因为那时候我们来台中是租房子，桃园的房子还没卖掉，所以我都有记忆，是我有一次的回桃园的行程，就是我要陪我爸妈去卖掉桃园的房子，然后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要载小孩什么，有买休旅车，然后也过了一段时间要把休旅车卖掉。那时候幼稚园刚收掉，然后曾经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因为有人跟他传过福音，然后在我们第二次回到教会的过程当中，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妈也会带着我们祷告。当他面对到自己的孩子有困难，然后他没办法去，好像是没办法去帮助的时候，我想这个可能都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啊，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寻求神的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经历祷告神奇的力量，虽然都还搞不清楚什么是祷告哦，但隔天就想说去教会看一下。第一次去教会是2位一起去吗？是我带着2个小孩子去，所以太太第一次去教会不是很开心，不是很开心。对，他们去教会以后，去了1-2个礼拜，他们就把它分到好像英歌还是巴德那里有一个小组所以只要他们有小组聚会，那一餐的晚餐就吃得很匆促，因为要赶着出门。他回来都已经10点了，生活的那个步调都有点乱掉。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变成，他去了几次以后，在互动的时候，有意无意就会带上一句话：你去信耶稣，要去信耶稣的人，怎么可以发脾气？怎么可以讲话大声？就把他当成他是圣人一样，哇，就不能有什么愉悦的举止。其实我也做不到。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等于口头上同意他们去，但是内心是很排斥，是拒绝的。所以原来去教会，后来是因为先生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就没去了。对，大概持续去了半年左右，就完全全部都停摆了。这一停还停很长时间，8年呢。是啊，8年很长。那8年之后，怎么又突然想到要去教会？其实我们到了台中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就是要去经营那个分校。对，经营这个分校，每次到中午的时候，哇，这个学校要接，那个学校要接，我们整个是扛得非常的紧。那再加上我们发现少子化了，慢慢小孩子越来越少，在招生上也出现很辛苦的状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家长曾经送我一片 CD， 对，那这片 CD 呢，我边放就有听到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句话是：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听到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的眼泪为什么就这样流下来，一直流到后来是狂哭，狂哭到全身颤抖。我想说哇，不行，这样开车不行，所以就赶快停到路边，好吧，尽情的哭。整个哭完以后，哇，全身好舒畅哦。原来那个哭不是真的在哭，我全身好像脱了一层皮，变成一个全新的我。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找教会了。所以看到太太又去找教会，你这一次是怎么样呢？是支持吗？还是已经去大陆了？那时候我应该去大陆了。我那时候去大陆了。工作。对，台中经营，我们经营了3年以后，我们就转给那个另外一位股东。那时候我才去大陆。少子化的关系，我们觉得要见好就收。对，所以我们在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转手的动作。然后我们就全部都退出来，包括我姐姐、我弟弟，通通都退出来了。其实因为我在大陆工作，他们在台湾的一些他们的活动，我就不是很清楚。对，都是休假回来的时候已经既成事实了。那时候是我儿子先受洗，我女儿好像也隔没多久也受洗。再来就换雅琴。其实我那时候的心里没有反对的因素在，我是想说2个小孩都受洗了，再来他要小孩子要去教会，如果有妈妈陪着也比较好，还有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毕竟从桃园搬到台中，如果有一个教会
可以互相照顾也好事实上后来证实也是台中那个教会对我们那个家庭照顾很多，所以一家有点就是拆成两边了。对，拆得很厉害，拆得很厉害。不过你们有一段时间工作上都还蛮忙的，小孩都还顾得到吗？因为女儿她就是天生都会读书的，她就是一直上去就好了。对。那儿子呢，是我们眼中看他以为他是顽皮，对，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他是因为有一个眼睛黄斑部病变但是他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那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用独立的一个眼睛，还被我们把那个眼睛盖起来。为什么要盖起来？因为那时候的眼科很奇怪，他们就说你另外一边看不见嘛，所以要把好的眼睛盖起来，要刺激不好的那个眼睛。对，所以他连走路都不是很清楚，他就偷偷的这样子翻开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很自责，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心理状态，甚至他是一个过动症的孩子。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学教育，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我竟然让他受了那么多的苦，那当然这样的孩子在学校也很又瘦小，对，所以就被霸凌那他的艰辛过程真的是我们始料未及，我只知道他很顽皮，爸爸也是觉得他很顽皮，所以我们对他的责备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不管是在家里或在学校，其实他都面临蛮大的压力耶。就是那炯炯有神的一个孩子，变成那个越来越微弱，所以我才会想到说，那我应该带他到体制外的学校。体制外学校，对，他去到那边以后茁壮了，茁壮以后，我觉得他应该不能再回到一般的正常学校。我把南投县所有的100人以下的学校都找一遍，对，后来找到了竹山，发现这个校长的理念非常好，所以。因为他已经在大陆嘛，我一个人带着儿子住到竹山去。Nice， 他写什么？爱你的劲。一起读情书，回忆过往甜蜜，陪伴太太走过癌症疗程，廖学进越发重视陪伴与照顾。而面对罹癌，体会无常与病痛的谢雅琴，也学习到将生命交托仰望上帝。像雅琴碰到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生病，那个真的是身体很大的折磨心灵应该也是非常的失落、空虚、难过。他也是很难接受，然后非常的不可思议，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冲击。那时候刚出月中，然后我还自己在带我小孩，一个生命的诞生，然后一个生命的陨落的感觉。因为不知道他，那时候刚接触到，听到第4期，会觉得哇，好严重，已经到第4期了。然后觉得他好不容易到了颐养天年的日子，含饴弄孙的日子，结果没想到竟然发生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就会很想要赶快去看他，去看我爸爸，看我妈妈，看他们的状况怎么样。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学进是一个比较高壮的一个弟兄嘛，那我们在办公室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他很自然而然他就跪下来祷告。当然那时候他已经受洗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就看见上帝很特别的让这个弟兄知道怎么去扶持他的妻子。一直以来看到他陪伴雅琴的这个态度，就让我感觉到我的心真的感觉到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然后他也很爱他的妻子，可是他的爱没有挂在嘴边，他就用这样的行动就是陪伴，然后因为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一波又一波，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他们去怀疑神。儿子后来好像慢慢的也比较好一点了。对，因为他经过了体制外的学校的冲击，然后再经过这个小学校，然后这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主任带着他，慢慢的他的方向确定了，对，所以他想的是表演艺术科，所以就往台北过来了。那因为他那时候到台北以后，很多的问题，一直到高中毕业的那前几天，他
他就约我到台北。那他到了台北以后，他竟然被那个所有的直销的吸收了。所以他就拿着他的直销本放在桌上，然后就开始翻，这个是怎么这样，这是怎样。他翻到第3页的时候，我就把他那个盖起来了。我只问他一句话说：“你多久没有去做服饰了？”因为他以前都会在神视爱里面当童工，可是这么多年来，他竟然都没有去，所以后来他就决定了，好，那他就暑假的时候就去神视爱当童工，结果就因为这样子，他又读了基督书院，然后后来就变你自己一个人在南投了，是吗？他去到台北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的姐姐一起做农场了。那时候刚好农委会有做所谓的园丁计划。对。本来从小就是很喜欢种植啊，那看到有这样的计划，然后我就跑去上课，所以我们就开始上了1整年以后，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理想变成真的？对。所以姐姐从美国回来，我就跟我一起，然后到了水里经营的谢谢农场，感觉起来是还蛮接触大自然的生活这样，然后好像比较健康，田园生活这样。是。就没想到发现自己身体出状况。奇怪，我脖子怎么长了一颗淋巴，肿的，肿了4、5个月。我都一直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还好有个医生他跟我提起说，那你要不要去大医院检查看看？所以呢就去检查，一检查不得了了，肺腺癌4期啦！哇天哪，他现在在旁边吗？对，刚刚就在爬，他一直都陪在我旁边。一说4期，我们2个眼泪直接这样掉下来。因为其实他是不掉眼泪的。他因为被教育成不可以掉眼泪。那他说眼泪掉下来，我们2个对看，其实一句话都讲不上来。所以第一时间学一哥听到哇，太太居然知道的时候已经是4期了。对，因为我也是很震惊，因为他是一直是健康宝宝。对，医生宣布那1、2个礼拜，应该是我这一辈子最难熬的时间。晚上都睡不着，甚至会被噩梦惊醒。甚至有好几次，我半夜起床，会去用手摸他的鼻孔，看有没有呼吸，看有没有在呼吸。吓得很怕他就不呼吸的。因为我那时候对这种肺腺癌的知识，那时候讯息还不是很多。对，还好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2个小孩的牧师的教会。还有我们认识的全省各地的基督徒朋友，一直帮我们做祷告。是，甚至有一次主日后，我们牧师还召集里面的执事同工到他的办公室，他就跪下帮雅琴祷告。是我从那一次开始很奇怪，他刚刚讲的，我平常是不流泪的，但是从那一次流泪祷告以后，我变成很轻易就会流眼泪。包括一些长辈，我的妹妹，他们打电话来关心，讲不到几句话，我就哽咽了。甚至电话没办法讲完。所以神也让我们知道，在医治他的时候，也医治我的干眼症。对。不过你原来是不进教会的嘛？他受洗到我108年4月受洗，间隔14年。因为我妈妈她很在乎，我心里是这样想，我们家4个人已经有3个受洗，3/4受洗，剩下我1/4，所以我心里也知道，我早晚一定要受洗，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但是，不是说我喜欢我就受洗，我会伤了我妈妈，所以在我当慕道友当了，你看14多年的慕道友，我从大陆回来以后，每个礼拜都跟他去教会，我比正常的教友出席率还要高。所以如果没有问，大家认为我早就是老基督徒，其实不是。我就是利用那段时间，只要我们有回桃园，我们就会有意无意会把一些耶稣的事或祷告让我父母亲知道，甚至我妈妈她是比较不能忍病痛，稍微病痛就会叫。后来我们就教我爸爸怎样帮妈妈做简单的祷告。后来我爸爸会跟我讲说，
我昨天晚上帮你妈妈祷告，他就不会再喊哪里痛哪里痛怎么样，他们会觉得说，好像这个祷告也是有效的。对对对。另外，在差不多从5年前开始，我们就请桃园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去家里陪我父母亲。是。后来又请教会的牧师介绍桃园一些不同宗派的教会，会讲台语的有3、4组人都会去陪我父母亲，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传统的见都不一样。我们有做这个动作，等于让我父母亲在后来那几年，他慢慢的会接受基督教。是所以在2年多前，我父亲他主动跟我说，他要受洗。我的眼睛只要一闭起来，我的前面就是各样的鬼，就是好像一个金钟罩。就是一个玻璃的罩，然后那个鬼会从这边过来，而且是一堆大概40、50个以上吧。对，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俯冲我，冲过来，奇怪就被挡住了。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热情敬拜，手舞足蹈，经历疾病煎熬的谢雅琴，用生命感谢上帝，细心照料妻子的廖学进，亲眼见证上帝无条件的看顾与保守。在这刻骨铭心的过程中，生命经历极大的转变。经过这一次疾病，我爸需要 carry 更多嘛，就是在我妈很多事情不能做，那他就需要去做，所以他很多事情就是要重新学习。以前我总会觉得说，学静好像有一些事情是因为她做丈夫的，她必须做，可是现在就很自然就看见她，就是在那个面面俱到的里面，会觉得就是说她有一颗很愿意的心。那这可能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我比较察觉不到的，然后他们夫妻做礼拜的时候都坐在一起，然后就看见他们从早上的守望祷告、主日崇拜进步，一直到结束，就觉得那个学进那个做礼拜的态度，就是跟以前我觉得更加的接近神。当雅琴离癌的这个过程，这1年多来。真的是学进是不离不弃的这样鼓励了他的雅琴那我想一个病人难免也会有情绪，一定会有情绪，一定会有脾气。但是我看学进真的是放下，他完全放下他一个大男人的这个他就很体恤、很体贴这样子所以这个我想雅琴她也很深的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丈夫的陪伴因为孩子有孩子的各自的家庭、各自的事情，所以这1年多的时间来我想真的看到他们夫妻2个人更加的更加的彼此的去尊重对方，去体恤对方那也看到神的爱真的充满在他们身上。医生怎么样来帮你做后续的治疗？先做标靶治疗。先做标靶，对。那很高兴有标靶可以吃，可是下一句是那一颗标靶要3828块一颗，1天，对，1天1颗，对，哇，也就是说我1个月要10几万，1年要140万才能过关。这个疗程要吃很长的时间，对，跟5年10年。天哪！所以听到这样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打击。可是要不要吃？当然要啊，所以他要去想办法。后来怎么办？这么贵耶？对，还是每天都吃。6个月的时候，就再一次大做检查，检查完以后说，医生进来说你那个左乳这边有1颗你要去检查看看。结果一去检查，哇，是乳癌。其实整个治疗过程有经历过蛮多次很特别的经验吼。因为我开刀比较麻烦，因为人家都开一边而已，我是开了肺，开完以后再翻过来又开了乳房，所以我算是非常严重的状态。那刚开完刀出来，回到病房，
很奇怪的，我的眼睛只要一闭起来，我的前面就是各样的鬼。当时呢，我看到的鬼是长这样，就是好像一个金钟罩，就是一个玻璃的罩，然后那个鬼会从这边过来，这边过来，而且是一堆，大概40-50个以上。对，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俯冲我。冲过来，奇怪就被挡住了。然后换这只冲过来，那又被挡住了，就好像整个就被保护住。所以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那时候看到了以后，我也不害怕。祷告吗？我说真的，人在那个时候真的祷告不出来。可是我有很多的代祷者。是。对，从第1天的牧师陪伴我整个手术，然后第2天又有另外一组朋友，第3天这个牧者来。一祷告完以后，第3天不见了，再也没再出现过了。化疗的过程也蛮辛苦的我的所有的黏膜都坏掉了，从鼻黏膜一直到下面全部的都坏掉，所以我会流鼻血，我会口疮，对，嘴巴会破掉，然后食物很难吃，感觉就是完全不想吃食物，再加上食物会变味道它会。只剩下咸味，我在那边哀嚎，想说，主啊，你为什么都不帮我？我这么难受，我头好痛，我一直在发烧，我很难过，主你帮我。就这样一直在呼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忽然跟我讲说：“你赞美我啊！”听到我是立刻马上起身，然后走到我们的屋外。开始看到美丽的山，我就赞美他；看到美丽的花，我就赞美他。我一直赞美。等我再从外面进到里面来的时候，眼前那个蒙蒙的感觉全部不见了，烧退了。该有的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虽然说那个大的东西它还是在，可是我忽然发现它的没有是因为主与我同在。所以我不觉得他的难受了，那不会造成我任何的困扰。经历了这么一个大病一场后，身体其实忍受了很多的痛苦。你觉得你回头再来看信仰，有不一样的眼光吗？其实以前你也知道，我过去是蛮骄傲的一个人，对。然后到了这个病痛发生之后呢，我慢慢觉得奇怪，我看事情、看人的角度不一样了。我看到以前看到他怎么那么讨厌。现在看，哇，原来他的心是善良的，他其实是想要为你做什么，或者是说，有些想法，他老是怎么跟我作对，后来不对啊，他其实是对的。对，我在看事情的角度完全都不一样了。看着你的转变，还有你经历这疾病的过程，好像家里头其实也慢慢也愿意接受福音的。我的爸爸有一次就是被通知说不见了，然后。原来他去撞了一整排的车子，然后到一个柱子卡住了。然后我从水里回到北斗去看他，看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是谢校长，带我回家。”就是连我都不认得的那种情况。慢慢才知道，原来他脑癌，经历了过很长的一段治疗。那个治疗其实是更惨不忍睹了，是整个头挖掉了这种。对，那。我实在很难过，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是非常反对的，非常反对基督教这件事情，非常反对。然后我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近我爸爸所以我自己就跪下来祷告说：“请给我3天就好，3天就好。”那天晚上祷告，隔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弟弟就是把我的爸爸载来我那里，就真的3天，在你们家待3天，在我们家待3天。待了这3天当中，我当时的水里教会的长老他们夫妇跪在我爸爸的床前，一直流泪为他祷告，一直祷告，到最后带他决志，一直到过世的时候，虽然都是传统的方式，可是我很确信他是决志的。所以学进哥，你自己包含经历太太生病，包含看了自己的父母亲，或看着雅欣姐的父母亲，你觉得这些历程对你来说，你的信仰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见吗？虽然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看不到、摸不着，不过当我们透过祷告，好像很多事情就会慢慢成就。就好像他生病的时候，
因为以前都很健康，我们对一些医生也不熟悉，但是神就在无形当中引导我们去找到最权威的医师。他的乳癌也是一样，也是找到一位教授级的医师，而且他们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来医治它。所以我想说，这里面都有神的带领。对，所以真的很奇妙。你说虽然看不到摸不到，可是很真实的感受到。两位最后有没有一些话要分享，跟不让朋友作为鼓励的？雅馨姐先好了。我知道很多人他在像譬如说打雷的时候就说啊，那个一定是做坏事才会被雷打到。你得癌症一定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很多人会用隐藏的方式，不敢告诉人家说我生病了。但所以说，我觉得病不是罪，病也不是羞耻的事情，你应该要说出来，让大家能够为你祝福。对，所以不要害怕，即使你在治疗当中，也都不用担心，因为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就是一个最后祝福：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我们碰到事情，我们倚靠主，主会带领我们。虽然我们认为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回头来看，怎么那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主。主会赐给我们平安，还有喜乐。这是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体验。哇，这真的是给大家很多人正在经历困难过程的人的一个很平安的一个讯息。就是虽然前方的路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谁跟我一起同行。是的，谢谢两位，谢谢。大家好，我是达明牧师。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祷告对基督徒来讲实在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在生活当中，你突然来的风暴，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要靠着祷告胜过你不能胜过的。当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当中学进这个弟兄跟雅馨姐妹，他们一开始在未信主的时候，他们不是靠着祷告，他们是靠着修行。靠自己的努力希望自己更好事业做得更大，这通通没有错，至少态度是积极的。但是神对他们的心意却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要我们交换条件，神不是我们做功德得福报，不是，上帝要把白白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你就看到，如果神我做了1、2、3，你给我4、5、6，不是这样子嘛。所以当他们接触到福音的时候，有感觉。那中间过程来来去去，我们就不提了。但是你看到了，雅馨姐妹在车上听到那个诗歌，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全新的你，要跟你分享。我相信雅馨姐妹她心里面一直在渴慕神，她不断的听那个诗歌，不断的流泪，又回到了教会。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信了耶稣进了教会就一帆风顺、6处兴旺、无病无灾然后顺风顺水。雅馨姐妹得了癌症，但是透过祷告，她经历神的大能。第一个大能就是学进弟兄他的干眼症好了，然后他里面的那一些负面的压力得着释放。然后在节目当中，刚雅馨姐妹自己说，那个标靶的药好贵竟然有人私讯给他30万的药要送给他，这不是神迹？什么是神迹？然后雅馨姐妹在祷告过程当中，她因为这个面对化疗，身体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她就跟神祷告说你都不听我的祷告我很不舒服神没有回应她。弟兄姐妹，神是不是最近也没回应你？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神跟她说，那你就起来赞美我嘛。我都变这样，我还要赞美你。雅馨姐妹愿意顺服，她透过祷告，透过赞美，上帝医治了她。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真的应当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会经历你医治的大能。主耶稣，不但雅馨姐妹得着医治，她也在患难中经历了神安慰、鼓励，然后她成为别人的帮助。
雅玲姐妹告诉我，主耶稣真的，我们需要听进去。我们的安慰跟鼓励不是话术，是我们经历那个苦难之后，我们可以把耶稣的话都当祝福，分享给那些同遭患难的人。耶稣，谢谢你，透过真情这一季部落格，你把真理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靠着祷告、祈求跟感谢，上帝会把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祝福赏赐给你。祝福你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都兴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于你。